大家好，这是美洲报，让你周周拥抱美国大小事。今天谈一谈上下颠倒的政治阴谋，这归咎于美国曾有个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。怎么说呢？政府体系合法的伪装成帮合法的少数民族烙印，成为最终的阴谋论者。假想一个体制里，真正的罪犯得到了保护跟奖励，从巨型的金融玩家到那些占有国会席位的腐败官员，却丢下被抢的公民在那流血。当谈到侵略战争，在国内抹杀民主的自由，在国外谋杀和暗杀海外人士，起诉和囚禁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的真实报道记者，将在这呈现在2016年发表的报告，来确认拿奥巴马和其他总统相比，他是历史上引发战争最久的总统。奥巴马在8年前就职时，曾承诺结束不惜的战争，又在2009年，奥巴马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。在他白宫度过的岁月里，应试图履行一个反战候选人的承诺，但却成为一个最善战的总统，多过罗斯福、尼克森或他的英雄林肯。但不是只有这样，奥巴马也碰巧持有其他记录，相信你们很多人都从未听闻过。这个呢，得感谢在我们上下颠倒的世界里，有伪造新闻的主流媒体。奥巴马是世界2战之后促进并授权向外国政府出售最多武器的美国总统。武器的买家不只包含那些政治稳定的政府，还有腐败削弱和不稳定的政府，诸如沙烏地阿拉伯和巴基斯坦。奥巴马任期的前5年里，买卖武器几乎是没有责任制的。在新协议下，五角大楼的外国军售项目是美国武器的最大频道，输出总额超过169亿美元。奥巴马在整个总统任期内的授权交易量已经超过不惜批准的数额，近30亿美元。几十年来，沙烏地阿拉伯一直都是这些武器的第一手买家。苏丹政权已被辨识为最骇人听闻的人权记录，在整个中东的金融代理战争中，还积极地输出我们爱好者的意识形态。根据国会的研究，奥巴马在2010年授权销售价值90.4亿美元的武器到沙烏地阿拉伯。得感谢奥巴马，在未来的10年，全球在无人机的支出将增加1倍，因为他在2015年授权出售武装无人机。单谈到法外暗杀或平民杀人的，奥巴马可是冠军，完全超越了所有前任总统。当然，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总是会杀人，那确实杀了很多人，但没有个总统用引发战争来逐一的杀死敌人，且无论他们在哪里，都可各个击破，就地解决。奥巴马政府在杀戮事业以合法的创新，宣称会减少附带损害，急迫威胁的定义需扩大。一个急迫的威胁曾经是指一个非常清楚和确实危险的人，如今拜奥巴马之赐，他只要是一个看似危险的人。附带损害呢，曾经是指非指定的目标被杀死，又因奥巴马之赐，附带损害一词现仅适用于一些妇女和儿童。奥巴马以习以为常的从他的办公室做法外处决，利用美国在无人机技术上的战时优势，在阿富汗、巴基斯坦、也门和索马里进行一系列的影子战争。没有立法机关和法院及公众眼中的审查，奥巴马周周批准谋杀。在与情报员恐怖星期二的电话会议中，讨论杀人名单，候选人的有罪或无辜都秘密的解决，但涉及到警察国家的做法和战争的写实及告密者，奥巴马跟所有美国总统相比，是起诉和监禁最多的真相举报人。至今，奥巴马还是没有归还诺贝尔和平奖。奥巴马引发侵略战争最久的冠军总统，奥巴马是美国历史上最顶级的武装交易商总统，奥巴马是法外暗杀和监禁的冠军，奥巴马是美国第一修正案和举报的破坏者。显然的，奥巴马他具有获得和平奖所需的所有资格，
反正西方国家已经在一个上下是非颠倒的世界。创造一个颠倒的世界是美国政府治理的状态。好战者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，让罪犯扭曲和骗子带冠，无辜者被无人机杀害，起诉和监禁告密者。这世上最大宗的阴谋是把美国公民放在颠倒的世界里。美洲豹会很快带给你更多不知的事。